大家好，我是石头。前些天，当地有老百姓给我打电话，他们说在他们村里面有个村委会，现在已经是完全荒废，没人在用了。他说，现在农村里面村村合并，小一点的村落和大村落基本上都合并在一个村，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呢都转到大一点的地方去工作，然后这样的村委会呢就闲置出来了。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村委会有一栋房子，上下2层的结构，有8个房间，地理环境挺好的。他们说，不要1分钱的租金，只要把村里面这个荒废的资产能够盘活起来，带动当地老百姓去发家致富就行了。当我来到这里，我才发现整个居委会环境真的太好了。门前呢就是一个大型的水库，水域面积接近有6到700亩左右。那居委会的占地面积呢，接近有2亩左右。更为奇怪的是这个水库的最尾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溶洞，车子呢是可以开到溶洞里面去的，常年呢都会从溶洞里面流出水。到了夏天当地很多人都到这边来露营来搞野炊很热闹的。这栋房子距离这个溶洞呢接近有100多米。那现在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闲置的居委会到底能不能把它给盘活利用起来。房子门前就是大型的水库，可以看到水库里面的水碧绿碧绿的，而且这边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干过，据说里面的鱼是特别多的。现在我手指的方向就是那一处山洞的位置，平时有很多人开车从这边走过去，在山洞里面搞野炊搞露营的。这边的海拔是700多米，然后是一个苗寨，对面呢零零散散的有些木房子，仔细应该可以看得到。在这上方呢还有10多户人家，也都是木房子。整个村委会的位置呢，这一块是单独隔出来的，距离邻居差不多有200-300米左右，很宽。整栋房子呢还是建得挺好的，是上下2层的结构，有好几个房间，厨房、卫生间都有。在旁边呢还有个小小的耳室，然后整个院坝这块呢都做了水泥的硬化，很宽，可以停车，接近是有3到40辆左右。那边呢还有个铁皮的房子，铁皮房子的背后呢就是一个蓄水池，全部都是山泉水，从山里面用管子把这个泉水呢接回来的。这个村里面的饮用水基本上都从这里分发下去，然后车子呢也是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开到对面去的。对面呢刚才我都说了是有寨子的，然后整个水库的大坝呢是从这边走下去，接近有差不多1.5公里左右才到大坝边。这个地方距离县城接近有25公里，距离镇上将近是有3公里左右。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边，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是可以作为乡村民宿来发展的。因为现在城里面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是厌烦了大城市里面的喧嚣，想回到农村来居住那么一段时间。像这样的居委会呢，门前的景色又特别好，建在大山里面，周边呢都是青山绿水，被大山给环抱着。住在这里呢非常的清静，每天呢只听见虫鸣鸟叫的声音，然后还可以到水库边去钓钓鱼，非常非常的惬意。那现在我们就闲话不多说走进这个村委会去看一下。其实像这样闲置的村委会是挺多的，在我们湘西这边呢，现在是村村合并，一些小的村子呢和大的村子基本上是合并在了一起，将近是3到4个村合并成为一个村，所以呢，
闲置的房子特别多，还有在农村里面还有一些小学现在也都闲置出来了。前一段时间呢，也是给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村委会的原接待室，也就是大门的位置。从这边进去呢，有一个吧台作为接待的。石南镇排舞村村民委员会，现在呢是停了一辆皮卡车，直接停到了房子里面。整个大厅呢，应该还是挺宽的。在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办公室，前面有一个椅子。平时有村民过来，走访或者有些事情需要处理的，可以在这里稍作的休息，然后可以排队一个一个的去处理。走进来之后啊，就是一个厅，还挺宽的，接近有50-60个平方左右。这边呢也有一些座椅板凳。现在村合并了之后，这个座椅板凳呢也都用不上了，全部都是给它闲置放在这里。这边就是一个服务中心，然后有一个吧台，工作人员呢在这边值班，然后村民在这边需要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啊问题都在这里。然后那边有些机器打印机之类的，感觉搬走了之后，所有的设备啊好像都不要了，也没有搬走，就是这样子荒废的放着。这个是一个村里面的红白喜事制度，规定了多少桌，而且最高烟酒不超过300元，什么什么的，很多规定啊，这都有的。然后还有一个送客学习上门的一个学习读本，都是一些荒废的东西啊。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个笔记本，上面登记的有些密密麻麻的一些工作，平时的工作的一些协调会啊什么的。这个本子都还没用多少呢，然后就这样子丢在这边了。那边还有很多，有些资料。那我们现在走出去，到2楼。给大家看一下2楼的风景是更美的，可以看到门前的视野是特别开阔的，对面呢就是大山，山脚下就是水库了。从这边有个楼梯走到2楼的。现在农村里面啊，家家户户条件也是越来越好，都有车了，所以村寨都通了公路，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边闲置的房子也是非常多的，如果这个村委会不够用的话，还可以去当地老百姓盘活一些房子出来，也是可以利用的。这边就是一个走廊，总共好像是有2-3间，每个房间呢都单独的留有房门。迫不及待的到这个露台，给大家看一下门前的景色了。绿油油的水面，水质特别的好，看到这样的环境就感觉很舒服了。看整个水库啊，包围着这个村委会。在2楼呢，这个厅也是比较大，接近有40-50个平方左右，有一些桌椅板凳，这边还有些鞋子，不知道是谁的。那边应该还是一个投影仪的设备，这些都没有搬走啊。这边还有一些白大褂衣服，不知道后期这些桌椅板凳会不会搬走啊？他们也说了，这样的房子现在已经是完全用不上了，也没人管理。如果有人在这边居住打理，最少打扫一下卫生，把这个闲置的资产给用出来，都挺好的。这里还有个小房间，我们走进去看一下。这个黄门啊是坏掉了的，
然后这里啊发现了一个马蜂窝，千万不要招惹它。这个房间里面光线很暗，有个书柜，里面有很多书，将近是有20-30个平方左右。这是一个儿童的，应该是一个儿童之家，应该有村里面的小孩在这边呢，可能读书啊，娱乐之类的。这个书柜里面有很多书籍。其实这栋房子主体结构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打扫一下卫生，把这个房门该换的换，就可以把整栋房子给利用起来了。大家觉得这栋房子加上周边的环境究竟怎么样呢？这个地方适合做些什么呢？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石头。好了，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